于胃不好的人，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多喝点粥，多吃点面条吧，能够养胃。那真的是这样吗？下面我们来看看吧。对于喝粥养胃这个说法，只是人的一种感觉而已。很多人认为粥更容易被胃部消化，不会给胃增加负担，因此对胃呢有好处。但其实长期喝粥会导致营养不良，而且粥的构成比较简单，如果吃太多，一次摄入过多的水分会稀释胃液，时间长了反而会增加肠胃负担，伤害胃部。尤其是胃食管反流和经常烧心的人，喝粥只会加重病情。还有面条也是人们认为养胃的一种食物，但是要知道，面条含的蛋白质和脂肪很低，大多是碳水化合物，虽然好消化，但如果长期食用，也会降低胃的消化能力，反而损伤肠胃，对胃部健康不利。那我们平时该怎么养胃呢？首先，饮食要有规律，其次要注意胃部保暖，还有可以常喝养胃茶，比如蒲公英根茶、丁香茶等，有暖胃护胃的作用。中很多人会被白头发所困扰，那中医认为肾者气化在发，有些人长白头发和肾气不足有很大关系。那经常熬夜、压力太大，这样也会损耗肾气，使人出现白头发。所以想要延缓白发生长，首先要补足肾气。下面教大家一个小方法，这个方法呢就是踮脚敲打肾腧穴。肾腧穴在第二腰椎棘突旁开1.5寸，大约2横指的地方。第二腰椎就是与肚脐眼平齐处。找到肾腧穴之后，将双手握成空拳，然后敲打此处。敲打的同时，双脚要踮起脚尖，每次敲打5分钟左右，直到背部发热为止。敲打肾腧穴有很好的补足肾气、温补肾阳的作用。坚持敲打，肾气足了，白头发自然也就不会出现了。除了上面这个小方法外，肾气不足的朋友，平时呢还可以多吃一些黑色食物，比如黑芝麻、黑豆等等，对补肾、防白发都有很好的效果。人体有12条经络，而经络就像体内的交通网，如果经络堵塞了，人就容易生病。所以呢，保持经络畅通很重要。今天教大家2个动作，每天坚持做，对疏通经络有帮助。动作1，自然站立，左脚向前迈1步，向前弓步，右腿保持伸直，然后双手交叉放在左腿上，这样向前压腿，坚持做1分钟，再换右腿，每天做5到10分钟就行。这个动作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打通全身经络，畅通气血。动作2，两脚分开和肩膀同宽，两手手臂向身体两侧伸直，手握拳，然后由内向外转动100次，再由外向内转动100次。转动手腕可以刺激6经，也能够帮助打通经络，促进气血运行，对血管健康。现在很多人每天走路已经是极限了，日常运动更是奢侈品，所以时间长了，身体就处于一个亚健康的状态。那俗话说，生命在于运动，百练不如一抖。下面教大家一个颤抖的小动作，帮助增强体质。自然站立，两脚分开和肩同宽，手臂自然的下垂，全身放松，然后腿微微弯曲，这样有规律的全身上下进行颤抖。这样颤抖是全身性的运动，每天坚持做5分钟，相当于慢跑2公里，可以帮助疏通经络，畅通全身气血，有增强体质、改善亚健康的作用。大家做的时候呢，要循序渐进的做，有空的时候就可以做一做，只要坚持住，身体会越来越好。夜醒来感觉口干口苦，可能是身体出现3个问题，别忽视。第1个，肠胃问题。如果半夜醒来感觉到口干口苦的情况，大家就要小心，可能是胃炎引起的，最好呢到医院检查，平时要好好的保护自己的肠胃。第2个，肝脏问题。凌晨1点到3点是肝脏的排毒时间，如果这时突然醒来，而且感觉到口干口苦，那么就要小心，很可能是肝脏调节出现问题了，这时需要及时的保养肝脏了。第3个，胆囊问题。相信大家都听说过肝胆相照，如果肝脏不好，那么胆囊也可能会出现问题。如果胆囊不能够顺利的将代谢物质排出体外，那么也很可能会出现口干口苦的这种情况，所以大家平时要多注意，及时的清泻肝胆之火。
所以大家如果半夜睡醒后出现口干、口苦的情况，就要小心上面的这些原因。希望大家能够多重视，进行改善，这样才能够帮助缓解身体不适，有助健康。睡眠的好坏对身体健康是有很大影响的。有些人总在半夜醒来，尤其是一个时间醒来，就可能是提醒你肝脏出问题了。这个时间就是凌晨1点到3点。因为凌晨1点到3点是肝脏的排毒时间，如果这个时间人们能处于深度睡眠的状态，那说明肝脏功能还是很好的。但如果这个时间醒来，就可能是肝火旺盛、肝血流通不畅引起的，大家及时养肝护肝。那怎么养肝护肝呢？下面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小方法，这个方法就是敲打肝经。肝经在我们大腿内侧，从大腿根部到膝盖处裤线循行的地方。按摩时，我们可以坐在椅子或者是床上，将一只手握成拳，然后从大腿根部开始，从上往下的敲打，一直敲打到膝盖处，每次敲打3到5分钟，左右交替的敲打。每天坚持敲打，可以帮助疏通肝经，改善肝脏功能，起到很好的养肝护肝的作用。背厚1寸，人显老3岁；背薄1寸，命长10年。所以背薄如纸才健康。那么该怎么让背薄下来呢？不妨试试下面这个小动作。动作很简单，首先我们自然的站直，两脚分开，距离和肩膀一样宽，然后将双手手臂同时向后伸直，在臀部后面做拍手的动作，拍1次，再向头顶上面伸直，也是拍手1次。注意做的时候手臂要保持伸直，不要弯曲，这样反复练习100次，可以每天做2到3次。这个动作可以将我们身体完全的舒展开，可以帮助打通后背淤堵的经络，减少脂肪，不仅可以瘦背，还有很好的保养后背的作用。那周易认为背为阳，背部是人体阳气循行的最大通道，所以养背非常重要，大家不要忽视了。上面这个小动作每天坚持做一做，让你的背部慢慢变瘦，身体也越来越健康，这样的人也容易长寿。不知道你学会了吗？赶紧分享给身边的破便秘问题的人都知道，那上厕所呀，就像上刑场一样，在厕所待了很长时间，可还是不能够解决问题，真的是挺难受的。而且便秘时间长了对身体也不好。那今天木子教大家一个动作，对改善便秘有帮助。自然站立，两脚稍微分开一点，双手手臂举过头顶，双手交叉，手掌心朝上，然后上半身慢慢的向前弯，直到与地面平行，同时双手也跟着向前，眼睛看向手掌。最后用双手带动身体向右侧转动，再向左侧转动，这样反复做5分钟。这个动作可以加强肠胃蠕动，对促进排便、缓解便秘有很好的作用。那除了做这个动作外，还可以多吃一些含有膳食纤维和维生素的食物，减少辛辣食物的摄入，这样可以预防便秘的。便秘问题一般都是由于饮食和生活不规律引起的，而且很多人还伴有口臭，给工作和生活都产生了影响。那便秘呢，有3种讨厌的食物，大家家里可以常备一些。1. 荷叶茶，经常便秘的朋友用荷叶茶泡水喝，可以加快肠道蠕动，滋润肠道通便，对缓解便秘和口臭有很好的效果。2. 苹果，苹果含有水溶膳食纤维，能够调整肠胃功能，促进肠胃蠕动。那遇到便秘的情况，吃一点苹果可以帮助清理肠道，改善便秘。3. 芹菜，芹菜富含纤维素，能够促进肠道的蠕动，减少肠道内的毒素垃圾，不仅可以润肠通便，还能够缓解口臭的发生。到补钙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多吃钙片或者是多喝牛奶。其实除了牛奶和钙片，我们身边还有2种高钙食物，补钙效果可是一点都不差呢，而且男女老少都可以吃哦。第一种菠菜，菠菜是想补钙的人不能错过的，1小碗的菠菜就能够补充人每天所需钙的25%。虽然菠菜含钙量高，但是菠菜中也含有草酸，钙遇到草酸容易形成草酸钙，而草酸钙不容易被人体吸收，所以在吃菠菜的时候最好把菠菜用水焯一下。第2种油菜，油菜的补钙效果也是不容小觑的，每100克油菜的含钙量大约有140毫克。
要比牛奶高出很多，所以呢，想要补钙也可以多吃一些油菜哦。得了，今天就唠到这儿吧。大家还有什么想要知道的问题，可以给我留言。下期见吧，拜拜。